结束。听懂了吗？对，停下来可以复习一下，再继续听。好，咱们先看这一句话。吕老师说，分析长难句的第一步，咱还是先找，咱们你记住，什么时候都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先把主句谓语动词搞到，咱们再找定语，好不好？先找到主句的谓语动词或者是连词，咱们再找定语，不急。主句的谓语动词快点儿 ，In short, a leader of the new school contends 出来了。这个单词翻译成争论、辩论，就完全等于 think。同学们，你学了多少个 think 的地方了？认为，你看它前面没有，它是主句的谓语动词呀，主语是出来了 ，a leader。那不用说了，刘老师，这肯定是定语呀。从 of 开始到哪结束？到这结束呀，到哪结束？到哪结束？同学们，你要听我说的每一句话呀。定语从名词后开始到哪结束？到 contents 之前结束。contents 是谁？主句的谓语动词呀。所以定语是从名词后到主句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呀。谓语是 contents。同学们，你发没发现这个双引号里面是这个人说的一句话，所以它相当于一个宾语从句，只是没写 that 而已，这听得懂对不对？所以主语是 a leader， 谓语是 contents， 宾语是这句话。比如刘小燕说双引号我爱你，所以我爱你就是宾语。哦，这个宾语从句也挺长啊，刘老师。好，请看一下宾语的谓语是谁。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as 好，看看后面有没有连词。万一有连词了，说明连词在并列两个句子呀，那说明宾语从句里边有俩句子呀。有连词吗 ？Improvement and invention and use， 这显然是三个并列的名词。Improvement 并列 ，invention 并列 use， 所以它不叫连词。刘老师说，当连词在连接两个单词的时候，这个连词装作没看见。哦，那没看见这点呀？那没了，刘老师没了。所以这个宾语从句就是一个句子，主语是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请告诉我 as we call it 是不是个定语？答，它是一个定语从句。咱们前面讲的 as。那刘老师，我认为是个插入语行不行？完全可以，因为逗号逗号我就认为是个插入语。好，就认为是个插入语吧，刘老师认为插入语舒服一点。那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是个名词哟，它后面没有定语，它是个插入语哦。主语是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后面没有定语，谓语是 was largely。下面还要格外关注名词，因为名词后面就可能有定语出现了。还有名词吗？有，还是仨名词。圈住了 ，the improvement and invention and use 三个并列名词，后面跟一个 of， 只要名词后面不是动词就是定语，所以 of 是个定语。定语从 of 开始到哪结束呢？到哪结束？快点，到哪结束？到句末结束。你听懂没有，同学们？没听懂没关系，咱们讲完这句话，咱们开始说一下到哪结束。哇塞，这一坨定语有点长啊，刘老师。所以这个大定语里边有可能会有小定语啊，每一个小定语不记笔记，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好，咱们看看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啊。好，来从 of 读，下一个名词是谁 ？A serious 就是个名词啊。他们你看不出 a series of 是个固定搭配吗？一系列的，你别找的走火入魔了呀，同学们。我这个哥呀，你看 a lot of students。你可别说定语一到 a lot 结束呀，学生的多呀，翻译成你是日本人啊，学生的多啊，这不许多学生吗 ？a serious 是个固定搭配，来看着我脸，所以每一个小定语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但是固定搭配除外。不用记笔记，我们会讲很多句子，慢慢来，慢慢来。好，这是第一个名词 instruments， 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 instruments， 下一个名词后结束。好，定语一。定语二从 that 开始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They expanded rich， 定语二。同学们，你应该明显看出来这个地方的 rich 应该是一个名词，不是个动词，因为 the rich 嘛。定语三，下一个名词后 science， 下一个名词后没了，定语四。好，咱们一起来说一下这句话的整体结构。走起，你能说对？主谓宾结构，宾语是由一个句子构成的。这个宾语从句又是个主系表结构，表语是由三个名词构成的，三个名词后面跟一个很长的定语。
这个长定语里边有4个小定语，翻译的时候就会翻译的是4、3、2、1的。看，名词加名词加名词，3个名词加定语，定语定谁？把定语定前面3个名词呀，对不对？哈巴得了嘛，黑巴得的，提高发明和使用。好，咱们把这个完整的翻译完，走起吧，都听得懂对不对？讲得很清晰。简而言之，领导人 of the new school， 你不要翻成新学校的领导人哦，新学派。school 在考研中出现，一般翻译成学院或学派。走起，1、2、3，1、2、3。简而言之，一个新学派的领导人认为，你刚才没说话，再重说。一个新学派的领导人认为，科学革命小括号，对，插入语翻译的时候用小括号开。科学革命小括号，就像我们所叫的那样，就像我们称的那样。好，科学革命很大程度上是 largely， 咱们在词汇版讲过，翻译成很大程度上。这个单词你一定要认识，因为见的频率特别高。科学革命小括号，就像我们叫的那样，小括号，很大程度上是提高发明和使用。下面开始，老铁们，先翻译定语1，谁的提高发明和使用？一系列的工具的提高发明和使用。一系列的工具的提高发明和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扩大 expand， 扩大了 reach。当动词讲是到达，你猜当名词讲什么意思？扩大了到达呀，范围，扩大了范围，你也可以翻成扩大了所到达的范围的。快点定2，如果后面没了啊，扩大了范围的一系列的工具的提高发明和使用。哎，把我累的刘老师，扩大了谁的范围？扩大了科学的范围的。定3，再从扩大了科学的范围的一系列的工具的提高发明和使用。哎呀，头晕头晕，不晕。英语至难点就是现在，你把它都搞定了，英语还有什么呀？什么的科学？什么的科学？他们你不要翻译成在无数个方向上的科学。你看 number 数量，在无数个方向上的科学什么意思？是吧？你看化学、物理各个方向的科学，各个领域的科学，各个领域的科学。1、2、3，扩大了各个领域的科学的范围的一系列的工具的提高发明和使用。哎呦，累死了，刘老师。好，再来一遍，就只翻译双引号里面啊。做好准备啊！科学革命小括号，就像我们叫的那样，小括号，很大程度上是扩大了各个领域的科学的范围的一系列的工具的提高发明和使用。翻译的好痛苦啊！怎么那么多的？因为一个定语一个的，一个定语一个的呀，这翻译的多不通顺。通顺的记忆什么呀？我们先把定语识别出来，你能懂句子结构就已经非常好了。先别讲通顺，咱们一会儿讲着讲着再开始通顺。听懂了吗？听懂了。对，如果你的基础不是特别好，可以按个暂停，再把我讲的再回放一遍，再听一遍。对，一句话一句话的过。好，请看这句话。对，咱们慢慢讲，慢慢讲。现在我已经有点听懂了，刘老师，你好像刚才讲的是定语从名词后开始，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然后这个定语是从名词后开始到句末结束，到句末结束。为什么呢？一个大定语里边会将有无数个小定语，每一个小定语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但是固定搭配除外哦。慢慢才讲2句话不总结，咱们咋的要讲4、5句话再总结，咱们不急哈。第3句话是在欧洲，我怎么翻译起来了？我错了，朋友们，赶紧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吧。have been 主语是 multimedia groups， 其实 multimedia groups 就是个名词，但这个名词作废了，为什么？因为名词后面是谓语呀，它没有定语。哦，那刘老师 in Europe 这个 Europe 也是个名词呀，但是它有逗号，是个插入语，所以欧洲的后面也没有定语。multimedia groups 虽然是个名词，后面也没有定语。increase successful，
冒号后面又是个句子，咱们先把冒号前面解决掉。告诉我冒号前面这句话是什么结构？主系表，主语是 multimedia growth。那前面是什么语？咋管它呢？主语是 multimedia growth， 谓语是 have been， 表语是 increasing successful， 主系表结构。好，冒号后面又是一句话。先告诉我冒号后面这句话的谓语是谁？先找谓语动词，先别说话。bring 肯定不是，因为 bring 是 which 的谓语嘛。我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呀。Groups which bring together television, radio,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publication。快点儿，谓语是谁？谓语是谁？没有谓语。你看嘛 ，bring 不是 ，television 名词，没了啊 ，work 前面有 that 呀，所以它也是从句的谓语动词。哦，刘老师。说明 groups 后面解释说明不是用句子来解释说明的，是用一个名词来解释说明的。groups， 对，说明这个定语从 which 开始，告诉我到哪结束？答，到句末结束。哦哇塞，这个定语好长啊，刘老师。这个定语从 which 开始到句末结束，说明这个大定语里边一定有小定语。你告诉我每一个小定语到哪结束，好不好？咱们试一下，好不好？这是你主说啊。Which bring together television， 刘老师，它是个名词，到它后结束。睁开小狗眼看清楚好吗 ？Television, radio,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publishing houses， 这是几个并列名？1、2、3、4，这是5个并列名词，兄弟。刘小燕，逗号刘大雁，你怎么能说刘大雁在修饰刘小燕呢？到它结束吧。所以定语1，定语2是 that work in relation to 那定语2。没了吧 ？in relation to 是个固定搭配，你不可能说到 in relation 前面是定语啊。in relation to 是个固定搭配吧？好嘞，听懂了，刘老师，咱们再重新说一下结构。刚才看错了，以为对，所以冒号后面有可能是个句子在解释前面那句话，也可能是个名词。这个地方是个名词，为什么？因为我没找到谓语。第一句话是主系表结构很简单，第二句话就是个名词 grows。好，1、2、3，翻译前面。在欧洲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多媒体集团，不要翻成多媒体团体，就是多媒体集团 have been increasing successful， 越来越成功了。再从，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一样，多媒体集团越来越成功了。来，他们是什么集团呢？他们对，他们是什么集团 ？Bring together。把什么带在了一起，把什么带整合结合，对不对？这些集团结合了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 publishing houses。你不要翻成出版的房子、出版社 ，publish 是出版吧？出版的房子、出版社，那就是走。这些集团整合了，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出版社，整合了什么样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出版社？前面是5个名词，加了一个定语从句，告诉定语从句定谁？答定前面5个名词，那就是这些集团整合了上 work in relation to another， 工作彼此联系 ，one another 就等于 each other， 叫彼此。工作彼此联系的，嘿，好，重新来，这回就好翻译了吧？再从啊，一气呵成，中间不停啊。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一样，多媒体集团越来越成功了。这些集团整合了工作彼此联系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出版社。好，讲完了。同学们会听课差不多了吧？定语差不多了吧？好，咱们再讲一道题开始总结，好不好？再讲一道可以总结了。来，请看第4题。好，同学们，我们来看第4题，好不好？来，上来又干嘛？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再找连词，然后找定语，对不对？3个哈。来，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很明显是谁？我不替你找，谁 ？respects 肯定不是呀，它前面有谁？有 that 呀，还往上找谁 ？go 也不是呀，go 前面有 which 呀。
，go 不对吗 ？make 也不对啊 ，make 前面有 to 呀，为什么 go to make up？所以 make up 也不是，谁是主句的谓语动词？我已经找到了，快一点说谁 ？is。好，找到了 ，is no easy task。有连词吗？有连词吗？这个连词不算数，对不对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这是and在并列两个句子啊，并列两个名词。好，开盲中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他说 is no easy task，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nd， 所以这是个连词，所以这不是一句话，这句话是由两句话构成的 ，and， 没问题吧，同学们？好，两句话结束了，那咱们开始找名词啦，因为找到名词后面就有定语呀。好，告诉我有没有哪个名词后面有定语？走起。Creating a European identity， 名词，后面是 that。刘老师说，只要名词后面不是动词，就暂定为定语成分。好 ，that 从这开始，告诉到哪结束呢 ？That respects the somebody 到哪结束？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同学们，我觉得可以总结了，你觉得呢，同学们？咱们总结个试试吧，同学们，好不好？来，找定语的关键就是找名词，只要名词后面有一坨东西，只要这一坨东西不是动词，就暂定为修饰这个名词的定语成分。你已经写好了，对不对？定语通常从名词后开始，到哪结束？定语通常从名词后开始，到哪结束？答到，不要到谓语之前，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好，写定语从名词后开始，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好，写好了吗？好，写好了。定语从名词后开始，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好，写好了吗，同学们？来，那你看这句话，同学们，这第二句已经做过的一句话，对不对？对，你看这个定语是名词是 the improvement and the invention and use， 那定语应该是从名词后开始，在哪结束？再说一遍，答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这句话很搞笑，主句的谓语动词在这呢 ，contents。你怎么可能拐着弯到前直接结束呢？那怎么办，同学们？那你写一下，如果定语本身就在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后的话，对你这个定语就在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后，你不可能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间结束了。写，当定语本身就在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后的话，定语从名词后开始，通常到句末结束。定语从名词后开始，通常到句末结束。没问题，对不对？好嘞，先别记什么小定语，咱慢慢讲，慢慢讲。来，好，继续来。那这是有 and 并两个句子。第一句话是有个名词叫主语，这个名词叫 identity， 所以它后面有个定语，到 is 之间结束。好，请看第二句话 ，demands a strategic choice。choice 确实是个名词，但是它后面没有一坨东西，所以不存在定语。好，那咱们一起说这句话是什么结构？走起。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有 and 并列的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是个主系表结构，主语是张嘴。Creating a European identity， 谓语是 is， 表语是 no easy task。第二个句子是个主谓宾结构，主语呢，刘老师，第二句话的主语和第一句话的主语一致，也是 creating a European identity， 因为和第一句话的主语一致，所以省略了。谓语是 demands， 宾语是 a strategic choice， 主谓宾结构，主语省略，一个主系表，一个主谓宾，这整体上来说，而第一个主语是个名词。名词后面跟那个从句，从句从 that 开始定语，从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到这个地方结束，这全是定语。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定语怎么那么长？还有小定语吗？好，一起说，还有小定语吗？好，有没有小定语我不知道，因为每一个小定语如果有就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对不对？好，咱们读过试试。That respects different cultures。cultures 是确实是个名词，但是 cultures 后面是 and， 所以 cultures and traditions。所以这个地方是定语一，没问题吧，同学们？好，定一结束了啊。定二从 which 开始到下一个名词后 ，which go to make up the connecting fabric 名词，没问题吧？好，这是定语二。Of the old continent 旧大陆修饰相互联系的 fabric， 所以这定三，没问题，对不对，同学们？好，定一、定二、定三一找好，那咱们来翻译这句话吧。一会儿翻译成定三的、定二的、定一的。欧洲身份，好，咱们开始创造一个欧洲身份 ，identity 叫身份，对，你的身份证就是单词叫 ID card， 对，创造一个欧洲身份，什么的欧洲身份的定义是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如果定语指到这个地方就是来走起，创造一个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欧洲身份。
就结束了。他非得加个定语，什么样的文化和传统呢？创造不同的什么样的文化和传统呢 ？Go to 去，构成 make up 的 connecting fabric， 构成了相互联系的 connecting， 构成 make up 构成 connecting 联系 fabric。这个单词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织物纤维是吗？织物纤维这个单词不可能翻成织物纤维的，你不信试试对吧？又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织物。相互联系的纤维都不好听，对吗？咱们读完好不好？构成了谁相互？咱先翻成织物，好吧？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织物，谁？旧大陆 continent 大陆，那就是构成了旧大陆相互联系的纤维，恶不恶心？那你翻译呗，你说好听的，熟词生义意思怎么来弄？答在语境里边退出了，那是构成了旧大陆相互联系的什么？桥梁。纽带更好听，对不对？构成了旧大陆相互联系的纽带的，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欧洲身份。哎呀，翻译的好难听。对，这个定语太长了，咱们要学会后置。咱们前面其实已经暗示过你了，当定语很长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后置，就是把定语和名词分成2个句子来翻译。比如说这句话 ，I love 大雁，这个太长了。I love the girl， 我喜欢这个女生，谁？哪个女生呢？Who is my teacher？ 来，那你翻译成，你不要翻译成我喜欢是我老师的这个女孩，你翻译成我喜欢这个女孩，她是我的老师。你看翻译成2句话就很好听了，因为1句话太长了，这个定语咱们一会儿要拆开。等一下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就是创造一个哈巴达拉玛海达拉玛海得的欧洲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个战略性 strategic 叫战略性的 choice 选择，需要一个战略性的选择。那就是这个定语确实太长，咱们分开翻译吧。好，咱们把这个句这个和 that 分开，我们把 that 和 which 也分开，所以这里边有2个定语，咱们就翻译成3个句子。对，这一坨是一个句子，这一坨是个句子 ，which 是个句子，咱们试试吧。来，走，张嘴，创造一个欧洲身份，这个身份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这些文化和传统又构成了旧大陆相互联系的纽带。逗号，这绝非易事。因为主语太长了，我把主语单独翻译出来，有加个这绝非易事，需要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你跟上了吗？朋友们，要不再来一遍吧，好不好？来，创造一个欧洲身份，这种身份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这些文化和传统又构成了旧大陆相互联系的纽带。这绝非易事，需要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好，咱们把咱刚才记的笔记再说一遍，好不好？找定语的关键是找名词，一起说。找定语是找名词，定语从名词后开始，通常到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前结束。如果定语就在主句谓语动词之后的话，定语从名词后开始，通常到句末结束，对吗？对，咱们分析上单元依然坚持先找的是，坚持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和连词，找完主句的谓语动词和连词，咱们再找定语。当然，如果你基础好，可以一起找。现在咱没有那么熟，所以我们还是分层次来找。这个怎么长？别管那么长，咱们就找都行了。来，1、2、3，大声的说，走起啊！主句的谓语动词先找谁 ？Has pieced together， 显然是主句的谓语动词，现在完成时。好，咱先不找定语，告诉我有没有连词。Pearson has pieced together the work of hundreds， 没有连词，刘老师。To give the latest days when we can expect hundreds， 这个连词算不算连词？你看。Hundreds of key breakthroughs and discoveries to take place， 显然 and 在并列2个名词，所以 and 不算。好，那说明这句话就是1句话，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它不是2句话，对吧？如果有个连词啪一断开，说明是2句话，这是1句话。走吧，主语是皮尔森，谓语是 has pieced together， 宾语是 the work。the work 显然是个名词，从哪开始？定语开始啦，从 of 开始，快点，这个定语从 of 开始一定到哪结束？如果定语在主句的谓语动词之后的话，定语从名词后开始，通常到句末结束，所以这一坨全是定语。这句话是一个主谓宾结构。刘老师，这个定语里边一定还有很长的东西。对，咱们看看这大定语里边有几个小定语，好不好？来走了啊！读到每一个名词要让我停哦。
of hundreds of researchers 定语一，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呀，因为 researchers 已经是个名词了 ，hundreds of researchers 好，到下一个名词后 around the world 定语二 ，what 后面是个 to， 来小朋友定语三开始了啊 ，to produce a unique Millennium Technology Calendar 定语三 ，calendar 是个名词呀 ，calendar 后面是 that gives the latest date 定语四，没讲错吧 ？When we can expect hundreds of key breakthroughs 不能结束，因为 and 在变两个名词 and discoveries to take place。那刘老师，你咋不说定语到 discoveries 结束吗？因为这里面有个固定搭配叫做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它们是一起的，所以定语应该到下一个名词后结束，但是固定搭配除外。所以 expect to do something 这个定语我必须到这结束。好，那咱来翻译吧。开始了吧，同学们。翻译着，你会发现咱们找的有点不对劲儿，哪个地方不对劲儿先别问。来，1、2、3，皮尔森是个人，收集了 piece together， 把一片一片放到一起，不就收集收藏吗？皮尔森收集了工作。同学们，你说一个人怎么能收集工作呢？你让皮尔森进来了，我的工作在上课，你让皮尔森来收集我的工作，还金角大王牛角大王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我一答应，啪把我收走了。他把我收走，他工作也收不走呀。工作怎么能收集呢？收集工作呢？工作很抽象，没法收集。这个地方会用到我们翻译里边，后期会讲到这个增词法，就是翻译成工作不行，反正工作成果。对，工作没法收集，但是工作成果可以收集。连到一起就是皮尔森收集了工作成果。皮尔森收集了谁的工作成果？定语以上，成百上千的研究者的工作成果。你说定语就到这多好吗？那么多定语啊！皮尔森收集了成百上千的研究者的工作成果。哪些研究者？全世界。连到一起就是第二啊，皮尔森收集了全世界成百上千的研究者的工作成果。To produce a unique Millennium Technology Calendar， 同学们，它一定不是定语，它一定不是定语，你怎么知道？它是我们后面讲的目的状语，对，目的就是生产出一个。对，皮尔森收藏了这么多东西，目的是就收藏了一个，所以从 to 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定语了。那刘老师，你不是说名词后面只要有一坨东西就暂定为定语吗？我们暂定还可能是状语，所以这个地方有个例外，就是个状语。其实基础略微好一点是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个状语。对，目的是生产出一个独一无二的 millennium， 算个超纲词，但是同学们基本上都认识。叫做千年技术 calendar 日历，那就是目的是生产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千年技术日历，因为它是个目的状语，所以不能再翻译到世界的前面了，要单独翻译哦。所以到这个地方定语断了一下，1、2、3走起哈，1、2、3，定二的定一的工作，看我的黑板，定二的定一的工作，那就是皮尔森收集了全世界成百上千的研究者的工作成果，生产出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千年技术日历，所以它是个状语。我怎么区别？讲到状语再说。所以现在我提醒你，它是个状语，你就说啊，它是个状语就行了，别管那么多。咱们后面会讲到状语，就会把定语、状语放到一起讲，一眼都看着这个状语，对吗？生产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千年技术日历，那这是个定语吧？什么技术？给出了 latest 的。latest 这个单词非常搞笑，你先告诉你翻译成什么意思？最新的、最近的是吗？这个单词翻译成最新的、最近的不给分，当年翻译成最晚的、最迟的啊？它可以翻成最晚的、最迟，但是你可以翻成最新的、最近的呀，就不翻译成最新的、最近的，就是翻译成最晚的、最迟的。咱们这个因为当年给出答案，他只是说翻译成最晚的、最迟的，没有说为什么不能翻译成最新的、最近的。我以前都不敢讲这道题，害怕讲错了丢人。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词都得翻译成最晚的、最迟的，就不能翻译成最新的、最近的。为什么？咱们听，我说最近的新闻，日本又发生大地震了。咱们听，最近的新闻，日本发生大地震了。告诉我，日本地震发生没有？发生过了，发生过了。所以最近的新闻已经发生过了。来，装作我带了一个学生站在我旁边，我说同学们，这是咱们班最新的学生哦，名字叫铁锤。This is our latest student。
这是我们最新的学生，他来了没有？来了，吕老师来了，对，他已经来了。所以这个单词翻译成最新的、最近的意思讲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吕老师，你怎么知道没发生？你往后看嘛。我们可以期望，你期望的事儿应该是还没有发生的，所以这个 latest 翻译成最晚的、最迟的。同学们，现在我告诉你这个词儿，你翻译错了，你生气吗？我生气，生个烂头气呀！你想一下，全国考研学生应该90%都是翻译错的啊，说错了，98%都是翻译错的，只有一种同学能翻译成最晚的、最迟的，基础太差。哎，这不是 be later for school 的 later 吗？最晚的，跟这种傻人你也不用去比较，为什么？因为他的基础不足以跟你抗衡，所以这种题就成为出的比较失败的题，就是很多学生都做错完的题，就出的很失败。以后他不敢轻易出这么傻的题了，所以这道题是2001年的，过后再也没有出过 latest 的，非得翻译成最晚的、最迟的，不翻译成最新的、最近的，再也没考过一次，因为错的人太多了，几乎全军覆没。所以做错就做错了，生什么气呢？全国人民都错了，你非得对干嘛？非得你独自清醒啊？你是个神啊？来，1、2、3，生产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千年技术日历，什么日历呢？给出了最晚的日期的千年技术日历。再从生产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给出了最新的日期的千年技术日历。好了，有一个同学们啊，给出了最新的日期，什么样的日期呢？什么样的日期呢 ？when。同学们，其实 when 放在句末，你应该在想，它到底是个定语从句还是个状语从句呢？我说的对吗？其实 when 可以是状语从句放在句末，可以 when 也可是定语从句啊。如果是状语从句就不说了，如果是状语从句 when 就翻译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如果是定语从句呢？比如说它对呀，对，如果是定语从句就不翻译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了。那翻译成什么？你先别问，你先确定它是定语从句还是状语从句，先说。应该是状语从句吧？你看你这to就是状语，它估计也是状语，它是个定语从句。好，有点基础，告诉我是怎么发现的。因为 days 是个时间，能听懂吗？ days 是个时间。如果这个地方是大雁的，大雁 when， 那肯定是个状语了，因为大雁是个人，大雁是个人，引导词不用问，大雁是个人，引导词用的是说 who、whom、whose、that， 没有问，所以它就是一个状语从句。前面这个日期是个时间哦，是个时间，引导词不就正好是 when 吗？刘老师，对不对？先行的是时间，引导词有 when、有 that、有 which， 用 when 用的最多，对不对？所以用 when 没问题啊。记下笔记吧，同学们。这道题咱们讲一下如何区别 when 引导的是定语从句还是状语从句。如何区别 when 引导的是定语从句还是状语从句？冒号，只需要看 when 前面的这个单词就足够了，只需要看 when 前面的那一个单词就足够了。如果它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就是定语从句；如果它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就是定语从句；如果它不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就是状语从句；如果它不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名词，就是状语从句。好，慢慢来。那如果是定语从句 when 就翻译成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是状语从句 when 就翻译成什么意思呢？好，看着黑板，举个例子。这咱们前面举的例子，同学们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还记得吗？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day。 快点，小朋友们啊 When I met you。 好，来，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哪一天？我遇见你的那一天。 The day 是个时间， day 是个时间吧，所以后面跟 when 是个定语从句。定语从句如果是前置就翻译成前置。来，我永远忘不了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这是前置。那如果这个 when 特别长，比较长呢，那怎么翻译呢？刘老师说分开翻译，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比较长，翻译成2句话，那就是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当时我遇见了你。为什么是当时？因为这个事儿是过去了。如果还没有过去呢 I will meet you 呢？快点，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届时我将会遇见你。对，当时是过去的，届时是将来的。那如果是现在的呢？这时
我遇见了你。好写。when 引导状语从句的时候，就翻译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when 翻译成状语从句的时候，就翻译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when 引导定语从句后置的时候，就翻译成。when 引导定语从句后置的时候，就翻译成当时、过去、届时或者是这时。想好了吗？后置的时候就翻译成当时、届时或这时。那如果是前置呢？前置 when 都没有意思呀。我永远忘不了我遇见你的那一天呀，所以 when 就不翻译这个意思了，后置才翻译这个意思呀。特别你告诉这个 when 是前置还是后置？你看这个有多长？从 when 到 place 结束，你说长不长？很长。我们选择后置。后置那 when 翻译成当时、这时还是届时呢？我们能够期望这个事还没发生的，所以 when 翻译成届时。届时我们就能够期望，张嘴，成百上千的重大突破。不要翻译成关键突破，咱们中国人不说关键突破，咱们中国人说重大突破。来，届时我们就能够期望成百上千的重大突破和发现发生了。一起把这句话翻译完。好，先不翻译，这句话的结构很奇怪的，咱们再重来一遍。主谓宾结构，宾语里边跟的第一个定语叫做 researchers， 第二个定语叫做 around the world。好，所以这个定语到它结束，从 to 后面是个目的状语，目的状语 to 到句末结束 place， 目的状语其实到这个地方都已经结束了，但是 calendar 是个名词，所以它后面跟一个定语，定语后面又跟一个定语，是吗，朋友们？看懂了吗？对，这句话基本上代表了考研翻译句子的至难点。定语里边跟定语，句末跟个状语里边又跟那个定语，又跟那个定语啊。但是没关系，我们依然可以翻译的很好听。走起。皮尔森收集了全世界成百上千的研究者的工作成果，生产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千年技术日历。这个日历给出了最晚的日期，我后置了。这个日历给出了最晚的日期，届时我们就能够期望成百上千的重大突破和发现发生了。复杂吧？对，我跟你说，考研长难句能解决，托福雅思都不用学长难句。对，咱们这个班解决了你一辈子的语法长难句，我没有瞎编的人们。好嘞，继续来。好，咱们看继续来。第6题说的是 whether to use tests。我怎么读起来刘老师你好傻呀？对，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再找找有没有连词再读。你怎么读那么快？先找找有主句的谓语动词，再找找有没有连词，还是2句话还是1句话？这个先确定好。先不找定语啊。Tests and can or both in。我看见啦，我已经看见啦。Depends upon。好，主句的谓语动词是 depends upon， 没问题吧？刘老师 whether， 这是 whether or 是2个并列的东西 ，whether 加动词不定式 or 嘿嘿嘿，这是2个并列的成分共同充当主语，谓语是 depends upon， 宾语是 the evidence， 是吗？这后面有连词吗？快点，如果没有连词，就是1句话了啊。From experience concerning comparative validity and upon such factors as cost and availability， 这个 and 肯定不算，因为 cost and availability 是2个名词的并列，我就问这个 and 算不算？前面是 concerning comparative validity and upon， 它前面是个名词，它后面是个介词 upon， 算是个连词，所以这不是1句话，这是有 and 并列的2句话，是吗？没讲错对不对？好，2句从这个地方断开了啊，咱们给你找定语吧啊，找定语 whether to use tests， 这显然不是定语，逗号嘛 ，other kinds of information。我本来想 information 是个名词，后面有定语吗？答案它是个连词 ，whether or 是并列的，所以到这个地方都没有定语。or both 是个名词哟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是个定语哟，在修饰 both， 对吗？其实它是个状语。刘老师，你光调戏我，没调戏你，它就是个状语，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
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是我们状语里边讲的第一点状语。算了，就认为是定语吧，先认为是定语好不好？对，咱们讲到状语，咱们会区别的，就认为是状语定语，好吧？你翻译成定语会翻译的很恶心，所以你会自动把它翻译成状语的。啊 ，depends therefore upon the evidence， 名词，定语开始啦 ，from 开始 ，from 开始到哪结束？到句末结束呀。为什么到句末结束？因为它主句的谓语动词在 depends on evidence， 定语从 from 到句末到 the later 才结束。按到后面又是一个句子，你可别到我这结束了，到 the later 才结束，没问题。好，还走。And upon such factors， 名词，定语来了。As cost and availability， 修饰 factors。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定语，这句话就读成了1、2、3一起读，好不好 ？In a 画小括号都不要读，3处1处 ，from 2处 ，as 3处别读，还1、2、3那就是 whether to use tests, other kinds of information or both depends upon the evidence and upon such factors。我再读一遍。Depends upon the evidence and upon such factors。你不觉得 upon 省了一个单词吗？很明显是谁 ？Depends。对，取决于证据，并且还取决于这些因素。有连词的出现，通常会有省略。好，找到了。同学们，你看这道题是95年的，我依然拿出来讲了。这道题出的非常好。哦，是个并列句。并列句还省略了 depends， 同学们，你不光是这个地方有省略啊 ，whether all 也是个连词哟 ，whether all 也是个连词哟，你猜 all 的后面有没有省略？我说 whether 的后面是个动词不定式 ，to use tests，all 的后面只有一个名词，它肯定有省略。有道理，老师，省略了谁？你看 whether to use tests，all 对应的是 whether，tests 是个名词，对应的是 both， 省略了谁太明显了。Whether 对应 all，test 对应 both， 省略了谁 ？To use 呀，所以这里面应该写的是 all to use both。知道为什么一到95年的题我依然拿出来讲吗？这道题的原句子应该是 Whether to use tests, other kinds of information, or to use both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是用它还是去用它？好，咱们一起来翻译。再重新说，这句话是有 and 并列的2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是主谓宾结构，主语是有 whether all 并列的2个动词不定式共同充当主语，谓语是 depends upon， 宾语是在 evidence 后面跟那个定语，从 from 到句末结束。为什么到句末？因为主句谓语动词在前面的，所以到句末结束。第二个句子是省略谓语 depends upon， 宾语是 such factors， 后面跟那个小定语 as cost and availability。简单吗？所以这2个句子都是主谓宾结构。第一个句子开始了，是使用测试其他种类的信息，还是去使用2者？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所以咱们状语期间就是还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去使用2者。好，主语翻译完了，取决于插入语中都没看见，取决于证据。好，来，证据什么证据 ？From experience， 取决于来自于经验的证据，没问题。来自于经验的证据，经验是个名词呀。什么的经验呢？后面跟那个小定语，关于相对有效性 ，comparative 相对的 ，validity 有效性。来自于经验的证据，什么经验？关于相对有效性的经验的证据。哎呀，这翻译的好抽象，都听不懂。你不需要听懂，这都是国外的学术论文，你翻译的很清晰，意思很了然就可以了。管那么多，非得追究它什么意思？管那么多干嘛？来，再来一遍。取决于关于相对有效性的来自于经验的证据，并且还取决于这些因素。哪些因素？就像成本。cost 当动词讲值得花费，当名词讲成本，并且还取决于就像成本和可得到性 available 可得到的 availability 可得到性这些因素。好，咱们一起把黑板我摁掉，咱们一起读一遍，画的太花了，来吧，中间不停啊。
是使用测试其他种类的信息，还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去使用两者，取决于关于相对有效性的来自于经验的证据，并且还取决于就像成本和可得到性这些因素。难吧？这就是考研的长难句。同学们，我给你选的基本上都顶级难度的。其实你在做考研阅读翻译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这已经是顶级难度了，不能再难了。我给你选的每一个句都是有原因的。你以为这乱选的？你以为这么多真题眼乱选的句子呀？同学们，好，可以了吧？